皇帝每天都会让我在烧红的木炭上起舞，他却在一旁吃着糕点，享受地看着我。灼烧的热意让我汗如雨下，他却用力把我揽入怀中，我拼命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一夜过后，他悠悠转醒，却差点耽误上朝。我手忙脚乱替他穿衣，却不小心把自己的糕点袋系在他的腰间。上朝时，糕点洒了一地，以至于他成了百官的笑料。一怒之下，他把我打入冷宫，甚至下旨断我水粮，想饿死我。可我看着手腕上跟着穿过来的智能手表，随手点了个外卖。半个时辰后，无人机吊着炸鸡可乐空投到了冷宫，恰逢皇帝来视察，被无人机砸中了龙头。他捂着额头的大包，指着我手里的全家桶怒吼：“这就是你勾结的那个奸夫，为何长得如此方正？”我看着萧泽，他又看了看我怀里的全家桶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萧泽是个暴君，疑心病到了晚期，当初把原主废了，理由特别离谱，就因为原主多吃了一碗饭。他非说原主是在跟御膳房的厨子暗送秋波，简直有病。这会儿他额头上的包红得发亮，连金冠都给砸歪了。跟在后头的太监总管苏东广吓得脸都白了，扯着嗓子喊：“护驾有刺客，是个方头刺客！”侍卫们拔刀冲上来，把那个方盒子团团围住。萧泽推开侍卫，死死地盯着盒子上那个白胡子老头的笑脸。李雪，你果然不甘寂寞。萧泽指着那个白胡子老头：“这就是你的相好，一把年纪了，你也下得去口？”我低头看了看桑德斯上校的 logo， 皇上，我咽了口口水，炸鸡味太香了。这是我爷爷。胡说！萧泽气炸了。我查过你家祖宗八代，爷爷坟头草都长老高了。这老头笑得这么不正经，肯定是采花大盗，为了掩人耳目才把自己画在盒子上。又方又不正经，这评价也是没谁了。萧泽拔出腰上的剑，剑尖指着全家桶：“今天我就要亲手宰了这个奸夫！”我急了，这可是我花大价钱点的跨时空外卖，配送费比鸡还贵。我一把护住全家桶：“不行，你不能杀他！”萧泽气笑了，眼睛里全是难以相信。你护着他，为了一个方头老头，你护着他，我断你水粮3天，你不仅没死，还红光满面。原来都是这老头在帮你。他不是人。我努力解释：“不是人。”萧泽冷笑：“你是妖。好啊，李雪，你居然在冷宫里养妖！”他举起剑就要砍，就在这时，全家桶里突然响了一声机械女声，声音大的在空旷的冷宫里都有了回音：“外卖已送达，请给5星好评哦，亲！”萧泽手里的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苏公公直接吓尿了，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。侍卫们整齐地往后退了3大步，个个脸上都是恐惧。萧泽指着盒子，手指头都在抖：“说话了，这方头妖怪说话了！”我赶紧把全家桶抱得更紧了。皇上，这是神谕。神谕？萧泽脸色发白，但还死撑着皇帝的架子。什么神？我一本正经地瞎说。食神，上天看我虽然人在冷宫，但心里还装着大周江山，特意赏赐的神识。皇上，您刚才那一剑要是砍下去，恐怕要遭天谴。萧泽半信半疑地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那个盒子。刚才那句5星好评哦亲，他虽然听不懂，但语气听着确实不像要害人的。既然是神识，萧泽眯起眼，肚子却不争气地咕噜叫了一声。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。这狗皇帝还没吃午饭，我心里一紧，护食是本能，尤其是在冷宫这种地方。我往后缩了缩。皇上，这不合规矩，这是赏给我这个废后的，您是天子，吃了怕折寿。放肆！萧泽恼羞成怒，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抢走了我怀里的全家桶。他粗鲁地撕开包装，一股又浓又霸道的香味瞬间在冷宫里炸开，全是现代香精和油炸的味道。萧泽吸了吸鼻子，喉结上下动了一下，刚才的杀气一下就没了，换上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渴望表情。他伸手抓起一块吮指原味鸡，深深地皱眉：“这长得像鸡块，但这皮怎么跟鳞片似的？难道是龙肉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：“皇上，那是面粉。”萧泽没理我，试着咬了一口，咔嚓，酥脆的声音在安静的冷宫里特别清楚。萧泽的眼睛猛地瞪圆了，他嚼了几下，然后用快的看不清的速度3口就吃完了一整块，连骨头都嘬干净了。好鸡！萧泽满嘴是油，指着盒子里的可乐：“这黑水又是什么？毒药吗？”是快乐水。我看他又要伸手，心疼的不行。皇上，给我留点。萧泽冷哼一声，端起可乐喝了一大口，气泡在嘴里炸开的感觉让他浑身一激灵。嘿嘿嘿，这水里有针，扎嘴。他嘴上喊着咂嘴，却又忍不住喝了一口，然后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长嗝。萧泽舒坦了，他抱着全家桶，找了个破板凳坐下，完全忘了自己是来看我尸体的。李雪，这神识还有吗？他看着我，眼神里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。我看了看空盒子，又看了看手表上的余额。有是有，但神仙不要银子。萧泽大手一挥：“我有的是钱，神仙要什么？”我指了指他腰上那块9龙玉佩：“要这个。”我的外卖系统有个隐藏功能，能回收古董换钱。萧泽愣住了，他低头看看玉佩，又看看手里最后一个蛋挞，思想斗争了3秒钟，他一把扯下玉佩扔到我怀里：“再来一桶，要那个辣的。”从此我成了冷宫里的神棍，萧泽成了冷宫的常客。他把玉佩给我后，我假装对着空气念了几句咒，其实是在用手表扫描玉佩。回收龙纹玉佩1枚，估值80万，已充值。发财了！我反手就点了一顿火锅。等外卖的时候，萧泽背着手在院子里转圈，时不时抬头看看天。那铁鸟什么时候再来？他问的是无人机。神仙忙着呢，得排队。我坐在石阶上，闲得发慌。萧泽凑过来，神神秘秘地问：“那个白胡子老头在天宫是干啥的？我看他那长相，应该是管厨房的。”我憋着笑。差不多，管着全天下亿万人的吃饭问题。
萧泽立刻露出了尊敬的神情。大概1小时后，嗡嗡声又响了。这次萧泽学聪明了，没敢站在院子中间，而是躲在柱子后头看。无人机吊着一个大包裹，稳稳地落了地，适合里捞外送。我熟练地拆包、倒水、放自热包，雾气一下就升起来了。萧泽吓了一跳，怎么冒烟了？着火了！我瞎扯，这是仙气，皇上做。火锅的香味比炸鸡更有攻击性，是牛油、花椒和辣椒混在一起的霸道味道。萧泽被呛得打了个喷嚏，但眼睛还是直勾勾地凑过来。他夹起一片毛肚，学我的样子在红油里涮了涮。刚一入口，萧泽的脸瞬间就红了，额头冒汗，嘴唇也肿了。水！他抢过我手里的冰可乐，一口气灌下去大半瓶。爽！萧泽大喊一声，脱了龙袍外套，只穿着里衣，一点形象都不要了，蹲在地上跟我抢肉吃。这肉怎么这么滑呢？这是鸭肠，这丸子怎么还会爆浆？那是撒尿牛丸。萧泽吃得满头大汗，突然停下筷子看着我。李雪，你以前在宫里怎么没给我做过这些？他语气里有点委屈。我翻了个白眼。皇上，以前我在宫里吃的是剩饭，连炭火都没有，拿什么给您做？萧泽不说话了，他夹起一块午餐肉放到我碗里。以后我不准人断你的粮。我心里冷笑，现在说这个晚了，老娘有外挂，还需要你赏饭。吃饱喝足，萧泽瘫在地上，摸着圆滚滚的肚子。李雪，神仙的东西是好吃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什么？萧泽想了想，少了歌舞助兴。这狗皇帝还真会享受。我想了想，打开手表，点开一个视频软件，用投影功能投到了冷宫那面破墙上，选了个女团热舞。音乐一响，画面就出来了，墙上出现了几个穿得很少的小姐姐，正在使劲跳舞。萧泽的眼睛都直了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指着墙。这些妖女穿的怎么这么……他想说伤风败俗，但眼睛根本挪不开。这也是神仙？萧泽咽了口水，我淡定地说，这是仙女，专门给神仙跳舞的。萧泽看得入了迷，甚至跟着节奏晃起了脑袋。视频放完了，他还有点不满足。李雪，把这几个仙女叫进宫来，我要封她们当妃子。我关掉投影。皇上，他们在天上，下不来。萧泽一脸的遗憾。就在这时，冷宫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。皇上，您果然在这里。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是现在最得宠的柳贵妃。她带着一群宫女太监，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。一进门，她就闻到了浓浓的火锅味。柳贵妃捂着鼻子，满脸嫌弃。什么味儿？这废后是不是在煮屎？柳贵妃踩着高底鞋，扭着腰走进来。她一眼就看见了衣服乱七八糟、满嘴是油的萧泽，还有旁边那一堆五颜六色的垃圾。柳贵妃尖叫起来：“皇上，您怎么能吃这种脏东西？这李雪肯定是给您下毒了。”萧泽正回味女团舞呢，被人打扰了，很不高兴。他皱着眉：“爱妃怎么来了？”臣妾听说皇上来冷宫半天没回去，担心您的安全。柳贵妃瞪了我一眼，没想到皇上竟然被这贱人迷惑，在这种脏地方。他指着地上的自热锅：“这是什么妖怪？还在冒烟？”萧泽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这是神石，你懂什么？”柳贵妃不信：“神石？我看是毒药还差不多。”他给身后的太监使了个眼色：“来人，把这些脏东西都给我砸了！”太监们立刻冲了上来，我急了。那锅里还有没吃完的宽粉呢，我大喊：“住手！”但没人理我。一个太监抬脚就要去踢那个锅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头顶上又传来了嗡嗡声，是我之前点的饭后甜点到了。这次是个大包裹。无人机悬停在那个太监头顶，松开了爪子，啪叽，一个巨大的榴莲带着一身的硬刺，精准地砸在了那个太监的脑袋上。太监连叫都没叫一声，直挺挺的就倒了下去。榴莲摔裂了，一股比火锅味更霸道、更有杀伤力的味道瞬间充满了整个院子。柳贵妃刚才还只是捂着鼻子，现在直接干呕起来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是屎！他真的在煮屎！她吓得脸都白了，连连后退，一脚踩在了一块滑溜溜的鸭肠上。啊！柳贵妃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头发乱了，头上的金钗掉了一地。萧泽也捂住了鼻子，但他看着那个长满刺的黄球，眼睛里却闪着好奇的光。李雪，这又是什么武器？味道这么臭，但好像又有点香。我忍着笑，把榴莲捡起来。皇上，这是水果之王。水果？这明明是个流星锤。柳贵妃在地上哭着爬起来，哭得梨花带雨。皇上，这贱人要杀我！您看她用的暗器，还放毒气。萧泽看了看狼狈的柳贵妃，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榴莲，他突然走过来，蹲下身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确实有点臭。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动作，他伸出手指蘸了一点榴莲肉放进了嘴里。全场一片死寂，柳贵妃忘了哭，我也愣住了。萧泽的表情从严肃到奇怪，最后变成了狂喜。又软又甜，太好吃了。萧泽站起来，指着柳贵妃：“你懂个屁！这是神仙吃的果子，你这个俗人，滚出去！”柳贵妃傻了，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争宠竟然输给了一坨屎，她哭着跑了出去。
萧泽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神火热。李雪，我今晚不走了，我要看看神仙还会送什么好东西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这狗皇帝赖上我了。我看了看手表，余额还多着呢。但系统突然弹出来一行红字：检测到非绑定用户意图留宿，即将开启深夜福利模式，是否购买真心话大冒险套餐？我手一抖，点了个是。萧泽赖着不走，冷宫就一张床，还瘸了一条腿，用砖头垫着。我指了指那张破床。皇上，您是天子，睡这儿不怕硌着腰？萧泽一点不在乎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从天而降的那些神奇盒子。我打仗的时候，草地都睡过。他脱了靴子，直接盘腿坐在床上，拍了拍旁边的位置。过来，给我讲讲那个方头老头的故事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地坐过去。那老头叫桑德斯，是个退伍老兵，后来去卖炸鸡。萧泽听得特别认真。原来是个退役将军，难怪那炸鸡吃起来有股杀气。这理解能力也是绝了。就在这时，嗡嗡声又来了。这次送来的不是吃的，是一个方盒子，上面写着真心话大冒险，是我刚才手滑点的。萧泽眼睛一亮，又有神谕。他抢过盒子打开，里面是一个转盘和一堆卡片。这是什么？我随口胡扯。这是神仙玩的占卜游戏，转盘指到谁，谁就得回答一个问题，必须说真话，不然要被雷劈。萧泽一听要被雷劈，立刻严肃起来。我是天子，天都归我管，怕什么？他嘴上这么说，还是兴致勃勃地转了转盘，指针飞快地转，最后停在了萧泽那边。我抽出一张卡片，念道：请问你最讨厌的人是谁？萧泽愣了一下，他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口，又看了看我。他犹豫了半天。我最讨厌太傅。为什么？那老头天天逼我背书，还老拿我跟先帝比，烦死了。萧泽像个被老师告状的小学生，一脸不高兴。我忍着笑，这狗皇帝还有这么一面。轮到我了，指针指向我。萧泽抽了张卡片，念：如果能重来，你还会进宫吗？这问题有点狠。我看着萧泽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不会。萧泽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为什么？我对你不好吗？我冷笑。断水断粮3天，这叫好？要不是有神仙帮忙，你现在看的就是一具尸体了。萧泽说不出话了，他低着头抠着床单上的破洞。我那是气话，谁让你那时候那么胖？御医说你再吃就要得病了，我是想让你减肥。我愣住了，原来是因为胖才被废后的，不是因为有奸夫。那你也不能说我有奸夫啊。我那是嫉妒。萧泽梗着脖子说：你对着一只烧鸡笑得比对我笑的都甜。行，破案了。这狗皇帝不光爱脑补，还是个醋坛子。就在气氛有点缓和的时候，手表突然震了一下。深夜福利已送达，恐怖片专场投影。墙上的画面突然变了，原本的女团五眉关自动换成了午夜凶铃。贞子从井里爬出来的经典镜头，配上阴森的音乐，在冷宫里响了起来。萧泽还在跟我解释，他不是故意废后的，一抬头就看到了。他发出一声尖叫，直接扑进我怀里，抖得跟筛子一样。鬼，有鬼！那女的从墙里爬出来了。我拍着他的后背。皇上，那是神仙在驱魔。驱魔？这分明就是魔鬼。萧泽把头埋在我胸口，死活不肯出来。我感受着怀里这个发抖的皇帝，突然觉得这冷宫好像也没那么冷了。萧泽在冷宫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上早朝是顶着2个黑眼圈去的，不是累的，是吓的。贞子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他走的时候1步3回头，舍不得地看着我的手表。李雪，今晚我再来。别来了，没钱了。萧泽解下腰带上的金扣子。这个值多少？我扫了一眼，5万。成交。萧泽把金扣子塞给我，心满意足地走了。有了钱，我在冷宫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。我买了发电机、投影仪、懒人沙发，甚至还买了个自动加热的马桶圈。冷宫被我改造成了现代单身公寓。萧泽每天下朝就往我这儿跑，他不去后宫了，连柳贵妃那儿也不去了。他说御膳房的饭菜没味道，只有神食才吃得下。这天，萧泽正躺在懒人沙发上，喝着奶茶看《甄嬛传》，他指着屏幕里的人：这皇帝太蠢了，这么多女人都管不好，还被人戴绿帽子。我嗑着瓜子儿。皇上，您后宫也不少人。萧泽吸了口珍珠。我不一样，我后宫虽然人多，但我只在冷宫过夜。这话说的好像还挺专一。就在这时，苏公公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。皇上，不好了，太后娘娘来了。萧泽手里的奶茶差点洒了。太后怎么来了？太后是萧泽的亲妈，也是个厉害角色。当初废后，她也是同意的。还没等萧泽把懒人沙发藏起来，太后已经进门了。她身后跟着柳贵妃，很明显是来告状的。太后一脸严肃：皇帝，我听说你天天往冷宫跑，还弄了一堆不干净的东西，是不想要江山了吗？柳贵妃在旁边加火：太后，您看这墙上的妖精还在动呢。
墙上正放着安陵容在冰上跳舞。太后看了一眼，眉头皱得紧紧的。伤风败俗。她指着我，李雪，你这个妖妇用什么妖术迷惑皇帝？我淡定地按下暂停键。太后，这不是妖术，是皮影戏。太后冷笑，皮影戏？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没见过这么真的皮影戏。来人，给我搜，把这些妖物都烧了。几个侍卫冲上来就要搬我的发电机，那可是我的命根子。慢着！萧泽站了出来，挡在我面前。母后，这不是妖物，这是李雪给朕找来的治国办法。太后愣了，治国办法？萧泽指着屏幕上的《甄嬛传》。没错，母后您看，这里面讲的是前朝后宫的斗争。我是在学习怎么平衡关系，怎么看穿奸臣的诡计。我惊呆了，这狗皇帝反应也太快了。太后半信半疑。真的？萧泽一本正经。真的不能再真了。儿子看了这几天，觉得以前对后宫管得太松了。李雪虽然人在冷宫，但心里还想着替我分忧，特意找来这些古代的影像，帮我治理天下。柳贵妃急了，太后，您别听他胡说，这分明就是……闭嘴！皇帝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倒要看看这治国良策到底讲了什么。太后找了个板凳坐下，盯着屏幕，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放，刚好放到滴血认亲那一段。太后看得全神贯注，连手里的佛珠都忘了捻。当看到甄嬛反杀皇后时，太后猛地一拍大腿，好，够狠，这才是一国之母的样子。一集放完，太后还想看下一集呢，快放下一集。完了，这冷宫要变成电影院了，太后也成了冷宫的常客。她和萧泽一人一个懒人沙发，中间放着一堆零食。太后最爱吃薯片，吃起来咔嚓咔嚓停不下来。萧泽最爱喝可乐，打嗝声一个接一个。两个人一边看剧一边讨论剧情，太后感慨：这华妃虽然坏，但对皇帝是真心的。萧泽不屑地说：那是他蠢，爱上皇帝就没什么好下场。皇上，您这么骂自己真的好吗？柳贵妃彻底被冷落了，她来闹了几次，都被太后骂了回去。没眼色的东西，没看我正看到关键地方吗？滚出去！柳贵妃哭着跑了。冷宫虽然热闹，但我的开销也越来越大。萧泽那点私房钱快被我花光了。太后虽然有钱，但我也不敢直接要她的首饰，余额快见底了。我正发愁呢。萧泽看出来了。李雪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神仙又要东西了？我点点头。地主家也没余粮啦。萧泽想了想，突然一拍大腿：有了，我库房里有不少前朝的破烂，不知道神仙收不收？我眼睛一亮，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于是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萧泽带着我偷偷溜进了国库。他指着角落里一堆落满灰的瓶瓶罐罐：这些都是前朝的，不值钱，你看看神仙要不要？我扫了一眼，我的天，元青花、唐三彩、宋汝窑，这叫不值钱？我手都抖了，一个一个的扫描。回收元青花大罐，估值5000万；回收唐三彩马，估值3000万。我的余额瞬间涨成了一个天文数字。我看着萧泽，就像看着一个会走路的大金元宝。皇上，您真是太英明了。萧泽得意洋洋。那是啊，天下都是我的。有了这笔巨款，我决定搞点大的。我不光买了各种家电，还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，就是那种老年乐。当这辆粉红色的三轮车空投到冷宫时，萧泽和太后都看傻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介绍道。这是神仙的坐骑，名叫风火轮。萧泽围着三轮车转了好几圈。这铁壳子能跑？能跑，还能带人。我坐进驾驶座，拍了拍旁边的位置。皇上，上来兜兜风。萧泽小心翼翼地坐了上来。太后也不甘示弱，挤进了后座。坐稳了。我一拧油门，嗖，三轮车在冷宫的院子里飞驰起来。萧泽吓得抓紧了扶手，却又兴奋地大叫：好快，比我的汗血宝马还快！太后在后面喊：慢点慢点，我的假牙要飞出去了。那个下午，冷宫里全是笑声。谁能想到，大周的皇帝和太后竟然挤在一辆粉红色的三轮车里，玩得像个孩子。好日子没过多久，我的外卖系统被前朝的大臣们注意到了。太傅带着一帮老臣跪在御书房门口死谏：皇上，冷宫妖气冲天，每晚都有怪光和怪声，还有不明飞行物，这是要亡国的征兆啊！请皇上处死废后，驱除妖邪。萧泽很头疼，他刚吃完一份麻辣烫，嘴还没擦干净。各位爱卿，那是祥瑞。太傅见此，痛心疾首。祥瑞哪有鬼哭狼嚎的？老臣听说，那废后还养了一只方头妖怪，会说人话，迷惑人心。萧泽没法反驳，他总不能说那是桑德斯爷爷吧？太傅看皇帝不说话，以为他被迷惑了，竟然要一头撞死在柱子上。
老臣今天就用死来证明我的忠心。砰！太傅撞了，但他没死，因为他撞在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上，是一只巨大的毛龙熊。这是我刚买的，准备送给太后当靠垫，正好让无人机送过来。结果定位偏了点，送到了御书房门口，刚好接住了寻死的太傅。太傅懵了，他看着眼前这个比他还高的大熊，呆住了。这是什么妖怪？萧泽反应飞快，太傅，这就是神仙派来保护你的神兽。神仙知道你要寻死，特意派他来救你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神仙也不想让你死啊。太傅摸了摸大熊软乎乎的毛，手感还真不错。他老脸一红，竟然有点舍不得放手。这神兽为什么这么软？萧泽赶紧说：“因为神仙心善。太傅，既然神仙都救了你，你就别寻死了。冷宫那位不是妖邪，是神仙的使者，是来保佑我们大周的。”太傅看着手里的大熊，又看了看一脸真诚的皇帝。那这神兽能赏给老臣吗？萧泽大手一挥，赏你了。太傅抱着大熊，心满意足地走了。一场政治风波就这么被一只毛绒熊给解决了。我听说以后笑得肚子疼，这大周朝的君臣怎么都这么好玩？但是真正的大危机还在后头。我的手表没电了，而且充电器坏了。在这个没有充电口的古代，这意味着我跟现代彻底断了联系，外卖也断了。断供第一天，萧泽来了，兴冲冲地问：“李雪，今天吃什么？我想吃那个带芝士的披萨。”我摊开手给他看黑了屏的手表。皇上，神仙闭关了。萧泽慌了，闭关？闭多久？不知道，可能1天，也可能1辈子。萧泽的脸一下子就垮了。那我的快乐水呢？我的薯片呢？都没了。萧泽瘫坐在懒人沙发上，跟丢了魂一样。我不活了，没有神识，我这皇帝当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太后也来了，听说断供了，也是唉声叹气。我的剧还没追完呢，甄嬛到底当上太后没有啊？冷宫里一片愁云。更糟的是，柳贵妃听说了这事，觉得机会来了，她带着人又一次包围了冷宫。皇上，这妖女的法术没了，肯定是老天爷收了她的神通，现在正是除掉她的好时候。柳贵妃手里拿着火把，烧死她，烧死这个妖孽！萧泽挡在我面前，谁敢？柳贵妃哭了。皇上，您还要护着她，她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就是个普通的废后。萧泽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当时穿着现代睡衣，披头散发，确实没什么神仙样。李雪，萧泽小声问：“神仙真的不来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，真的。萧泽咬了咬牙，他转过身，对着柳贵妃和那些侍卫：“就算没有神仙，她也是我的妻子。”萧泽拔出剑，谁敢动她，我就杀谁。我愣住了，这狗皇帝竟然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还要护着我。柳贵妃冷笑：“皇上，您为了一个废后，要跟天下人作对吗？太傅大人已经在宫外等着了，只要您不处死他，太傅就要带百官罢工。”原来太傅拿了熊也没安分，情况一下子紧张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划过一道亮光，不是无人机，是一颗流星。紧接着一声巨响，轰！一个巨大的黑色东西砸在冷宫院子里，砸出了一个大坑。所有人都吓傻了，柳贵妃手里的火把都掉了，灰尘散去。我探头一看，那竟然是一个太阳能充电板，还连着一根万能充电线。我的手表屏幕突然亮了，一行字显示出来：检测到用户处于极端困境，系统自动空投紧急救援包，无线能源充电站，负责全家桶100份。天空中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群，像一大群鸟遮住了天空，每一架下面都吊着一个全家桶，那场面太壮观了。柳贵妃彻底瘫倒在地上，天兵天将，侍卫们纷纷扔下武器，跪在地上磕头。神仙显灵了，神仙显灵了！萧泽看着满天的全家桶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李雪，神仙出关了，神仙带着千军万马来救你了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也特别震撼，这系统真够意思。无人机开始空投，100个全家桶像下雨一样落了下来。不光有全家桶，还有各种零食、饮料，甚至还有几台新出的游戏机。太傅这时候刚冲进冷宫，就被一个全家桶砸中了肩膀。他捡起来一看，又是那个熟悉的白胡子老头。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神谕，神仙这是在警告我啊！这场危机在一场炸鸡雨里解决了。柳贵妃疯了，她是真的被吓疯的，嘴里一直念叨着方头妖怪来了，被送去了该去的地方。我是神仙使者的身份，这下彻底没人怀疑了。谁敢怀疑，天上就掉炸鸡砸你。有了太阳能充电板，我的手表彻底复活，用电自由了。我成了大周朝最尊贵的女人，虽然名义上还是废后，但地位比太后还高。萧泽想恢复我的皇后位置，我拒绝了。当皇后多累，还要管后宫。我躺在懒人沙发上打游戏，我就在冷宫待着，挺好。萧泽没办法，只能由着我，但他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冷宫隔壁。
每天处理完工作就跑来跟我联机打游戏。李雪，快救我！我要死了！来了来了，别叫。太后也不在自己宫里待着了，她在冷宫旁边建了个养老院，天天拉着一帮老太太看电影、跳广场舞，音响里放着最炫民族风，整个后宫都充满了现代气息。日子就这么过着。我发现萧泽变了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发脾气，也不再疑神疑鬼，他开始对现代科技感兴趣，缠着我问发电机是什么原理，无人机为什么能飞，手机里的人为什么会动。我虽然是个文科生，但也尽力给他解释一些基础知识。萧泽很聪明，一说就懂。他开始试着改革，他竟然想模仿三轮车，造出了大周第一辆木头脚蹬三轮车。虽然跑不快，但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他还鼓励工匠创新，设了个皇家科技奖。大周的科技发展因为我的外卖系统走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。1年后，我的手表突然收到了系统的最后一条消息：宿主在本世界的探索度已达100%，系统即将离开。作为奖励，宿主可选择一返回现代，2留在此世界，保留现有物资，但无法再购买新物品。我愣住了，要走了吗？我看了看旁边正埋头研究蒸汽机的萧泽，他脸上蹭得黑乎乎的，表情特别认真。这一年，他其实很努力，为了能配得上我这个神使，他拼命学习新知识，想当一个好皇帝。李雪，你看，萧泽兴奋地抬起头，我做出来了，这个蒸汽机能动了。他笑得像个孩子，我心里某个地方软了一下。回现代，回去我也是个天天加班的社畜，吃着外卖，还着房贷，在这里我是富婆，是神使，还有一个挺可爱的狗皇帝。萧泽发现我情绪不对，李雪，你怎么了？我笑了笑，没事，就是神仙跟我说他要出远门了。萧泽脸色一变，又不回来了？这次是真的不回来了。萧泽沉默了，他放下手里的工具，走过来握住我的手。那你会走吗？他的手在抖，他很害怕，怕我像那些从天而降的东西一样突然消失。我反手握住他的手，我不走，神仙留了很多东西给我，够我们吃一辈子了。萧泽猛地抱住我，李雪，只要你在，没有神仙也行，我养你。我现在国库有钱了，我种的土豆也丰收了，我能让你天天吃饱饭。我靠在他怀里，闻着他身上机油和龙涎香混在一起的味道，竟然觉得挺好闻的。系统走了，手表黑了屏，彻底成了一个装饰品。但我存的物资堆满了冷宫的地下室，光是那100个全家桶的盒子都被萧泽当成圣物供了起来。没有了外卖，生活恢复了平静，但也不完全平静。萧泽真的研究出了蒸汽火车，虽然只能在皇宫里跑2圈，但那也是工业革命的火苗啊！我成了大周的科学之母，虽然我连电路图都看不懂。太后成了广场舞领队，身体特别好，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。太傅抱着那只熊安度晚年，临死前还嘱咐要把熊跟他一起下葬。至于我还是住在冷宫，不过现在的冷宫已经改名叫科技宫了。门口挂着萧泽亲手写的牌子。那天晚上月色很好，萧泽开着他改良版的马拉敞篷木质跑车带我去兜风。李雪，我想封你当皇后。不是说不当吗？这次不一样。萧泽停下车看着我，不是为了让你管理后宫，是为了以后我的名字能和你的名字刻在一起。我看着他认真的眼睛，行吧，我勉强答应。但说好了，我不管事，只负责吃。萧泽笑了，笑得眼睛都快没了。好，你负责吃，我负责做。你会做？我跟桑德斯老爷爷学了，我现在炸鸡技术也是一流的。后来，大周朝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奇。据说有一位神后带着天上的宝贝，开启了大周的盛世。而那位让国家忠心的萧泽皇帝，最擅长的不是治理国家，而是做炸鸡。每年的7月初7，皇帝都要亲自下厨炸一桶鸡，祭拜一位名叫桑德斯的方头神仙。